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搜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跨越了半個世紀的史詩級故事。這不單單只是一個病毒的發現史，它更是一個國家怎麼從一個疾病的巨大陰影底下，靠着科學的曙光，還有整個世代的決心，徹底扭轉了自己國民命運的一場真實戰役。這就是我們台灣對抗 B 型肝炎的故事。OK， 我們這次的分析會沿着5個關鍵的章節來推進。首先，故事的起點是一場，可以說是相當幸運的意外發現。接着，我們會深入來看看 B 型肝炎在當年為什麼會被稱為台灣的國病。再來是那場由一劑小小的疫苗所掀起的寧靜革命。然後是為數百萬已經感染的人點燃希望的治療之戰。最後呢，我們會把視野拉到全世界，來探討一下要根除 B 肝的這最後一里路，到底還剩下哪些挑戰。好的，我們的故事要先把時間倒轉回到20世紀中期。當時全世界的醫學界都在為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傷腦筋，那就是很多病人在接受輸血之後，常常會在幾個月內出現黃疸疲倦食慾不振這些很典型的肝炎症狀。這就變成一樁懸案了，因為那個害人生病的兇手好像看不見也摸不着。這在當時真的是一個超大的挑戰。醫生們發現，不管他們用多麼精密的濾網去過濾血液，都沒有辦法把這個致病的東西給去掉。這就直接排除了像是細菌這類比較大的病原體嘛。所以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一個更小、更神秘的存在——病毒。但問題是，到底是哪一種病毒？沒有人有答案。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故事的關鍵人物登場了。他叫巴盧克·布倫伯格，是一位美國的生化學家。但有趣的地方來了，他本人其實不是肝病專家，也不是病毒學專家哦。他當時的研究主題是全世界不同族群之間的基因多樣性。結果誰也沒想到，這個看起來八竿子打不着的研究，竟然在1965年給他帶來了一個足以改變全世界的意外收穫。普倫伯格博士在他的研究裡，從一位澳洲原住民的血液樣本中分離出一個以前從來沒看過的特殊蛋白質，他就把它命名為澳洲抗原。一開始沒有人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麼，但是經過了很多年的追查跟驗證，科學界總算把拼圖給湊起來了。原來這個所謂的澳洲抗原，其實就是 B 型肝炎病毒脫落下來的外殼蛋白。也因為這個外殼的數量比完整的病毒顆粒多出上千倍，所以更容易被偵測到。就是這個幸運的意外，終於解開了困擾醫學界這麼多年的輸血後肝炎之謎。這項全球性的科學突破，就像一道超強的聚光燈，一瞬間就照亮了台灣當時正面臨的一場巨大公衛風暴。大家這才嚇到，原來 B 型肝炎這個隱形的敵人，早就已經在這片土地上達到了非常驚人的流行規模。你聽聽這個數字，95%，這幾乎讓人難以相信。在那個年代，可以這麼說，幾乎每一個在台灣長大的人，在成年之前都躲不掉，都曾經跟 B 型肝炎病毒正面交鋒過。這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傳染病了，它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我們集體記憶中的生命經驗。為了讓各位更具體地感受這個問題有多嚴重，我們來做個比較。當時在台灣，B 肝的慢性帶原率高達15%，這是什麼概念？這就代表你走在路上是 B 肝帶原者的幾率，跟你旁邊的人有高血壓的幾率是一樣高的，甚至是當時糖尿病盛行率的3倍。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它會被那麼沉重地稱為台灣的國病。那你可能會想，為什麼 B 肝病毒會這麼根深蒂固，這麼難根除？最核心的關鍵就出在母嬰垂直傳染。也就是說，帶原的媽媽在生產的過程中，非常容易就把病毒傳給剛出生的寶寶。
這些孩子就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新的帶原者，長大之後又可能把病毒傳給他們的下一代，這就形成了一個世代傳承很難被斬斷的宿命循環，讓這個病毒深深地烙印在好幾代台灣人的生命裡面。接下來，故事的走向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捩點。隨着 B 肝疫苗成功研發出來，台灣的公衛先驅們做了一個非常有遠見，而且非常有魄力的決定。我們要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為全國的新生兒全面施打 B 肝疫苗的國家。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豪賭。我們來看一下這段時間軸，它記錄了這場革命的關鍵節點。1982年，台灣的臨床試驗率先證實了疫苗對新生兒是安全而且有效的。短短2年後，1984年7月，這項偉大的公衛計劃就正式啟動了。台灣走了這一步，不只是為了自救，更是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典範。而30年後，當成果揭曉時，那個巨大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當年所有人的想象。這個計劃的成功可不只是數字上的勝利而已，它背後有更深遠的意義。那個曾經高達15% 的帶原率，在疫苗世代的孩子們長大之後，出現了斷崖式的下降，掉到只剩下 0.5%。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我們用科學跟決心，成功斬斷了那個世代傳承的病毒鎖鏈。我們親手改寫了一整個世代孩子的健康命運。但這個故事最震撼的篇章其實還在後頭，因為慢性 B 肝是導致肝硬化跟肝癌的頭號元兇，所以當我們成功預防了 B 肝感染，也就等於是直接預防了肝癌的發生，兒童肝癌的發生率因此急劇下降。這在人類醫學史上寫下了非常輝煌的一頁。人類第一次透過實證證明了一支疫苗竟然可以直接預防一種主要的癌症。好，疫苗保護了全新的世代，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擺在眼前。對於那數百萬在疫苗問世前就已經感染 B 肝的成年人來說，他們的未來在哪裡？於是戰場就從預防轉移到了治療。B 肝病毒複製的方式相當狡猾，它會用一種叫做反轉錄的過程。而就在這裡出現了另一個歷史的巧合，另一個當時震驚西方世界的病毒 HIV， 也就是艾滋病毒，也用着完全一樣的複製劑量。這意味着什麼？這就意味着科學家為了對抗 HIV 開發出來的藥物，竟然可以直接借來用，拿來對付 B 肝。這讓我們在治療藥物的開發上意外地省下了幾十年的寶貴時間。治療的原理其實很直接，患者每天吃抗病毒藥物，藥物會很精準地卡住病毒複製工廠裡反轉錄這個環節，讓它沒辦法再生產新的病毒。結果就是血液裡的病毒量會降到幾乎測不到的程度，肝臟發炎的情況得以緩解，長期下來，肝癌的風險更能大幅降低5到7成。但這裡我必須要強調一下，這是一種控制，而不是根治。因為最原始的病毒 DNA， 它還是潛伏在肝細胞核裡面，一旦停藥，病毒隨時都有可能捲土重來。台灣的經驗毫無疑問是全球公衛史上的一大勝利。但是，當我們把視野從台灣拉高到全世界，會發現這場對抗 B 肝的戰爭其實還沒有打完。要實現全球根除的目標，我們還剩下最艱難的最後一里路。這個數據可以說是非常殘酷的。在全球所有需要 B 肝治療的患者裡面，只有區區的 10%， 也就是說，10個人裡面只有1個人真正有得到藥物治療。那剩下9個人呢？他們明明已經有效的藥物了，卻因為各種結構性的因素被擋在治療的大門之外。這個巨大的治療缺口是目前全球公衛領域最嚴峻的挑戰之一。造成這個缺口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政策。舉個例子，在台灣，我們現行的健保給付標準相對比較複雜，需要專科醫師診斷追蹤，大概只能涵蓋2到3成的病源。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在2024年提出了更簡化的新標準，目標是讓更多基層醫師也能加入治療行列。如果我們採用這套標準，治療的涵蓋率有機會一口氣拉高到5到6成，讓更多需要的人受惠。
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B 型肝炎的故事是從一個實驗室裡的意外發現開始，到一個國家傾盡40年的努力，透過疫苗成功扭轉下一代的命運，再到開發出有效的藥物來幫助上一代。我們看到了科學無與倫比的力量。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接近終點線的時刻，決定勝負的關鍵，已經不再只是科學本身，而是我們如何透過更完善的政策、更普及的資源和更緊密的全球合作，去弭平那巨大的治療缺口。科學已經給了我們武器，但如何將武器送到每一位戰士手上，是留給我們這個世代最深刻的思考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在重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